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是不是 RCC 审批变严格了我们最近呢遇到了一个意义快速通道的一个咨询，就是上周呢有一个意义的是 DIY 的一个同学，他自己呢交了快速通道申请，然后呢他直接收到了一个 IRCC 发来的 PFL 就是 Procedure Fairness Letter 这个呢中文叫做预具信，就是RCC 审批的人呢想要拒签这个 PR 申请，然后呢他要给这个申请人一个解释的机会。那 PFL 里面就提到了两个审批的人他的 concern， 他顾虑的点在于第一个呢就是说 OK 申请人之前在交一些临时签证申请的时候呢，他写了公司的名字叫做，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，他叫大鲨鱼，那他写成拼音了，大鲨鱼 right Inc 之类的，然后他在后面申请 EE-PR 的时候呢，他名字就叫做什么 Big Shark 之类的 OK， 那 LCC 就说为什么这两个公司名字不一样嘞？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他PFL 里面提到的点。第二个呢就是更让我觉得有点挺吃惊的吧，就是他这个申请人呢自己之前有交过一次 EE 档案，就是 EE Profile。那在 EE 档案里面呢，申请人可能就是为了测算分数或者是其他各方面呢，他尝试就是他提交了一下，然后呢，他交的时候呢，他就随便写了一些工作经验，OK，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在 Big Shark，他也没有写 Big Shark，他可能就是大鲨鱼，然后呢，他又再写一个小鱼公司之类的，OK，就是说这个时间呢，它比如说从2018年到2019年，然后这边呢从2019年到2020年，举个例子他就这么随便写了写，但是这个时间和他后来真实交的这个异议申请里面呢，它有冲突，OK，就是你这个时间要么是 overlap 的，或者是它跟你实际交的这个在大鲨鱼工作时间呢不一致，那这又另外一个 PFL 里面提到的就是预具信里面提到的这个审批人员的 concern， 整体上来感觉呢，其实我觉得确实变严了很多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相关讨论，就是申请人他在办异议的时候呢，目前现在很多情况就是他会突然在异议系统，就是在异议的申请里面呢，多出来一段之前在旅游签或者是工签、学签没有提到过的不存在的一个海外工作经验。那这种时候呢，IRCC 就会去 challenge， 就会说 OK， 为什么你之前办旅游签、办学签、办工签都没有这个国外 ABC 公司的工作经验，现在你办 EE 的 PR 的时候突然多出来这段工作经验这是会容易导致 PFL 的。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最近刚遇到这个呢，就还挺奇怪的，就是他在之前交的旧的 profile 里面呢是交到了系统里了，已经过期了，但里面填的这些公司信息呢被 LCC capture 了，然后呢现在拿过来去和申请人实际提交的移民申请呢来做信息比对。OK 我觉得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因为明显的确实感觉审批变严格了。